大家好啊，我是戴红。之前咱出过2期有关球鱼的介绍哈，今天咱重置一下，大家敬请观看。相信不止我一个人对此产生过疑问，那就是球鱼和穿山甲呀，这俩长得如此相像的动物，究竟有啥关系呢？答案是亲缘关系是十分不近的。它俩长得像，纯粹是趋同演化的结果。穿山甲属于劳亚兽总目里的鳞甲目，祖宗在北半球的劳亚大陆起家，和食肉目的各位大佬是远房亲戚。而球鱼属于翼关节总目里的有甲目，亲缘最近的是树懒和食蚁兽，祖宅在南美洲。现存的有甲目分球鱼科和窝球鱼科，球鱼科的现存成员全挤在一个属里，一共6种，长相就跟一个英雄的6个炫彩皮肤似的，区别属实是不大哈。大家可能要问了哈，那9代球鱼顾名思义，直接数它身上几条带子，不就能分辨了吗？并非如此哈。9代球鱼的盔甲事实上有7到11条带，7代球鱼则有6到7条可动带状连接，叫啥名和实际配置未必是严丝合缝。科学家起名的时候多少有点随心所欲。先看分布最广、出镜率最高的9代球鱼，也叫长臂球鱼，体长38到58厘米，尾长26到53厘米，体重2.5到6.5公斤。和很多人印象中不一样的是，9代球鱼并不能像某些亲戚那样团成一个球，但它有2个更离谱的技能。第一，它能让肠子膨胀并漂浮来穿越河流。第二它拥有长达6分钟的闭气能力，能让它长时间把鼻子扎进土壤里觅食。它偏爱温暖潮湿的环境，比如灌木丛和热带雨林。但问题来了哈，它体表面积大，脂肪层薄，隔热能力极差，特别容易受到热量和水分流失的影响。凛冽的寒风和干燥的空气就像满嘴獠牙的恶徒，能让球鱼是当街暴毙，所以它只能生活在温暖多雨的亚热带环境。更悲剧的是，在大萧条期间，美国一些州的穷人吃不起肉，就大量捕猎路边随处可见的9代球鱼，它因此得名穷人的猪肉，也叫胡佛猪。而9代球鱼还是除人类之外为数不多容易患得麻风病的哺乳动物，狩猎和食用球鱼肉会显著增加感染风险，这属实是一波互相伤害呀。但它有一个逆天的保底机制，繁育率那是极高，1岁性成熟，寿命长达12到15年，这10几年里每年都能繁殖。一只雌性一生最多能产下56只幼崽。靠着这手球鱼口红利，在没有被保护的情况下，9代球鱼直到今天仍然无危。食物方面以各种虫子为主，甲虫、蚂蚁、白蚁、蚱蜢是来者不拒，偶尔也吃水果、真菌和腐肉。7代球鱼独居夜行，偏爱雨林地区以外的干燥栖息地，主食昆虫和植物。罗尔球鱼体长约30厘米，体重约2公斤，60%的食谱由蚂蚁和白蚁承包。沼泽球鱼体长60厘米，体重能到9.5公斤，栖于南美北部定期发生洪水的广阔草原。凯氏球鱼也叫大长臂球鱼，是球鱼科里体型最大的，全长能到106厘米，体重15公斤，后腿上有个倒钩，能让它用匍匐前进的方式爬进狭窄隧道，独居夜行性，白天在溪流旁挖洞睡觉。最后是资料最少的多毛球鱼，秘鲁特有种，毛从背甲鳞片上的微小毛孔中长出来，和其他球鱼画风是明显不同啊，但信息太少，咱先搁置哈。做完了球鱼科，咱再来讲讲更可爱的窝球鱼科。排面最高的必须是粉红仙女球鱼，分布于阿根廷中部，体长9到11厘米，体重120克，脸上长着小小的痘痘眼，毛皮呈丝状，背甲比其他球鱼更柔软，但依然坚韧呀。它虽然长了一张呆萌的脸，但其实是强悍的生存专家，尤其擅长在沙漠和灌丛这些干旱地区生存，对环境变化是极其敏感呀。温度、湿度和土壤质量的细微波动，都能被它捕捉到并提前应对。比如暴风雨来临前，它会提前撤离洞穴，避免被淹死或者皮毛被打湿。前肢后肢都长有巨大的爪子，能帮它在紧实土壤中像鱼在水里游泳一般，快速挖洞，主食蚂蚁和其他昆虫。食物短缺时也会吃植物，野生寿命不明。但它对圈养环境是极度的水土不服，人工条件下一般只能活几个小时，最多不超过30个月。粉红仙女球鱼的近亲是圆头窝球鱼，长相区别挺明显哈，像个食尸鬼，体长14到17厘米，体重可达1公斤，同样分布在南美洲，吃昆虫、蜗牛和植物。毛球鱼属有2位，皮毛球鱼分布于南美南部，体长22到40厘米，体重1到3公斤，有18条由皮肤包裹的骨质带状甲。夏季夜行，捕食虫类和啮齿类，冬季白天活动时吃植物居多。另一位长毛球鱼在外网上是十分热门呀，它有个绝活，被抚摸时会尖叫，所以也叫尖叫球鱼。
正是因为如此，网上其他蜗球鱼的视频都挺少的，长毛球鱼的却一搜一大把，基本全是尖叫合集。它体长30到40厘米，体重只有800多克，非常苗条。吃饭时有个离谱习惯，会吞下大量沙子，沙子最多占胃容量的50%。也不知道这算是助消化还是单纯牙口好。六代球鱼属的六代球鱼同样生活在南美洲，体长40到50厘米，体重3到6公斤，背甲颜色由黄色到红褐色，独居，以各种昆虫、蚂蚁、腐肉和植物为食。小球鱼属的小球鱼分布于南美洲南部，体长26到34厘米，体重1到2公斤，独居，以各种昆虫和植物根茎等为食。这几种球鱼貌似相似性都很高，像是大自然偷懒和复制粘贴的一样。裸球鱼属的4种球鱼分别是北方裸尾球鱼、查科裸尾球鱼、南方裸尾球鱼和大裸尾球鱼。北方裸尾球鱼分布于中美洲和南美洲北部，体长30到40厘米，体重2到3公斤，独居，长有一对可爱的大耳朵，脚爪较大，可以挖出白天休息用的地穴，也可以挖出食物。它们还有着布满粘液的长舌头，能像食蚁兽般舔舐白蚁和蚂蚁。貌似有点穿山甲和食蚁兽技能双修了。3代球鱼属的2种，南方3代球鱼和巴西3代球鱼，它俩是球鱼家族里唯二能把自己卷成完全密封球体的种类，其他球鱼最多卷个半成品。巴西3代球鱼体长约22到27厘米，体重1到1.6公斤。盔甲比其他球鱼稍微宽松一些，给了它更大的活动自由和可热能力，嗅觉极其优秀，能隔着20厘米的土壤闻出地下的昆虫。最后是压轴的大球鱼，这是现存体型最大的球鱼。最大的球鱼是蜗球鱼科的品种，挺喜感的哈，分布于南美北部和中部，体长75到100厘米，尾长50厘米，体重能到30公斤，全身覆盖11到13条可活动带状甲，锥形长尾上也有护甲，体色以棕色为主，整体看起来像个刚出土的文物。动起来像哥莫拉，前足第3指的爪子是极其巨大，用于挖掘白蚁、蚂蚁、蜘蛛、小型蛇类和蜥蜴。有些个体会挖开蜂巢吃蜂蜜。它在同一片区域觅食2到3周后就转移阵地，主要夜间活动。关于它们共同的防御和技能，球鱼的铠甲由真皮骨板构成，表面覆盖着大量相互叠压的角质表皮鳞片，称为盾板。这种铠甲具有弹性，可以弯曲和蜷曲。大部分球鱼前肢强壮，长有巨爪，是出色的挖掘工，能挖开蚁穴和白蚁丘大快朵颐，也能挖植物根茎和藏身地道。虽然腿短，但速度不低，尤其是在穿过多次灌木丛的时候，堪称是一骑绝尘呐！他一溜烟就跑了，后面没护甲的掠食者被扎的是嗷嗷叫。但他有一个致命的负面被动技能，受到跳脸惊讶时，第一反应不是逃跑，而是原地起跳。所以在美洲南部经常有球鱼因为这个条件反射是命丧公路啊。在地球昂赖怀旧服，球鱼大家庭是相当阔绰。新生代早期到中期，球鱼在南美洲演化出了许多类群。上新世的巨6代球鱼属体型巨大，牙齿粗大呈犬齿状，可能是食腐性动物；而中新世的阿根廷球鱼属可能主食白蚁。中新世的爱甲球鱼属极其近亲，吻端骨板特化成角状。上新世至更新世期间，生活在南美洲和北美洲的攀爬兽科，体型大小与猪相似。而雕齿兽类是蜗球鱼类的近亲，也是一个很著名的大家庭。其中一些成员的体型堪比是一辆小汽车呀。各种不同的有甲类演化出了不同的身体构造，适应于不同的食性。不吹不黑，在新生代南美洲的生物区系里，球鱼类毫无疑问是大明星级别。然而悲剧的是，随着版本的更新，这些古代球鱼们都记了。当前版本自然界，球鱼是护甲极高的岩石地面系坦克英雄，平 A 对虫系有双倍伤害。极高的护甲和不低的敏捷，让他的防干能力很强，绝技变硬可提高物防，挖洞可打一手出其不意，危急时刻会释放恶臭气体对敌人造成 AP 伤害。假如你决定使用球鱼作为这把的英雄，那么我建议你搬掉美洲狮。美洲狮是当前版本极强的高人气打野，gank 时会先使用丛林伏击，在隐蔽角落静待猎物走进攻击范围，然后野性奔腾，加速变成美洲狮形态，击倒猛扑，挥击3连，打出黑暗收割，将对手一波带走。关于球鱼的介绍暂时告一段落，感谢大家观看。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点个3连加关注。我戴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今天就是普通的一天，加油吧大家！